这还只是排名第2株新神火的奇能。那如果是神火第1的创世神火，除了9道神火中最强的神火本源之外，又将会是携带着什么样的恐怖东西？能够让造化主神都垂涎的东西，恐怕它将会是令所有万物神灵都无法想象的恐怖存在。周元，那这第1神火携带的是什么东西？竟然能够引出上界神界域和下界9大界的造化主神都想要将其获得。对于第1神火，三女充满震撼感和好奇，更是对大纣神物有了新的了解。然而周元也只是微微的摇摇头道：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，因为创世神火的资料，以我目前所了解到的信息只有这么多。但我想，能够令上界、下界都派出主神，恐怕那道神火第1所携带的东西，是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势在必得之物。看来这一次的神藏其危险震撼程度，比起上一次的更加激烈了。毕竟这次开启的是神藏的下篇，是包揽了大纣中的未解之谜都会一一浮现出真面目，并且其中的神之资源更是成为了大纣之最，因为大纣的所有资源都没有比神藏中更加的丰富。我第1次飞升第1等级世界后，要不是遇到神藏的上篇开启，恐怕我如今的实力可达不到造化之境，更不会拥有元印。所以如今又是神藏下篇的开启，其中的神之资源更是会让更加的主神加入其中，其中的神物也不单单只有神火，还有其他神物、绝世神器和造化神器都会出现。可以说这是一场继天古浩劫之后一次最大规模生与死的神藏。但是这一次的神藏，你们还有小龙与寒都不能进去，因为里面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会发生。可是夭夭他们刚想说什么，就没周元阻止了下来。没有可是，这次神藏凶险万分，我会带着他进去，毕竟他还缺少了一样东西。既然9大界中怎么找都没有，那么或许缺少的东西一直在神藏中。见这一次周元那认真无比的神情，他们三女也不再多说什么。既然周元这么做，也是为他们好，毕竟他们都是老夫老妻了，可不会一股劲的为了耍脾气。或许多一点理解，也是对彼此的一种守护方式。好吧，那你这次进去神藏后，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出来，遇到危险要及时安全撤离，不要逞能逞强。1151苏幼薇3位绝色天香的女人对着周元关心的嘱咐道。周元点点头，然后将3位爱妻拥入自己的怀中，微笑道：你们放心吧，虽然会很危险，但也能够全身而退，并且我还差那道预言启示的下篇，等我得到预言的下篇，所有的一切都将会真相大白了，大纣的秘密也会彻底的展现。最后他们4人就这样相拥在一起，而后周元的表情微微一变，浮现一抹坏笑，然后双手缓缓下滑，搂住了1151和苏幼薇3位绝世美人的纤细的腰间上。坏蛋！三女似乎是感应到了什么东西，然后羞涩地低下头，异口同声道。周元的笑容愈发的浓郁，嘴巴靠近他们的耳边，轻轻的喃喃声传出：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，我来了，我的小女人们。与此同时，大纣的上界神界域，这里是一片广袤无垠的虚无，在这里没有神之大陆，既无大陆的轮廓，也无生命的痕迹。虚无之中，无数岛屿如星辰般散布，悬浮于无尽虚无之中，彼此间相隔遥远，仿佛是被遗忘的世界。但是在这个无数岛屿之中，竟是有着7颗巨大的星球，各自散发着独特的光芒和古老的本源气息，它们的颜色各异，从炽热的火红到深邃的水蓝，每一颗都像是大纣中孕育出的神秘宝石。这些巨大星球散发出的古老本源气息浓郁而又精纯无比，仿佛是大纣本源的精华，在虚无中凝结成最初始的本源能量。并且这7颗巨大星球的表面流转着神秘的符文，这些符文如同古老语言的字符，蕴含着深邃的智慧和力量。星球之间的空间弥漫着淡淡的光点，如同星河倒悬，为这片虚无的世界增添了一抹奇异的生机。尽管这里空无一物，但他能感受到这里的每一片土地，每一颗星球中都蕴藏着大纣诞生时无比古老的初始本源力量。这力量或许就是神界域存在的最重要意义之一，它超越了大道、生死、物质等。在这个没有生命气息的世界里，每一步都可能是通往无尽深渊的一步，也可能是通往大道之上真理的一步。在无尽的虚空中，那7颗庞然大物般的星球静静地在虚无中旋转着，它们的体积之大令人瞠目结舌。那体积比起诸神万界的浩瀚还要大上10数倍之多，而且仅仅这7个星球加在一起就要比9大界浩瀚很多很多。但这还只是神界域世界的部分，还不是全部。由此可见，这神界域的浩瀚比9大界更加的震撼深邃，而且其中还有着不为人知、不被人探索到的一些神秘区域。星球表面流转的光芒折射出那古老本源的恐怖力量及出源之力，那是连无数大道主神也难以企及的神秘规则。这7个巨大的星球呈现各自不同的颜色，
有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大世界，它们旋转着，演绎着各自的古老故事。然而，其中一颗散发着璀璨金黄色光芒的巨大星球上，一处隐秘之地的入口被茂密的金色藤蔓所掩映，仿佛一道通往神秘的门扉。踏入这片禁地，便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威压。高耸入云的塔阁之间，缠绕着龙形的廊柱，每一根都雕刻着云纹与雷电，仿佛捕捉到了龙腾9天的精髓。其中，神秘规则的力量再次凝聚，如同实质般扭曲着周围的光线，让空间都显得扭曲起来。天地间的气息骤然转变，不再是普通生物能轻易触及的玄妙之域。一股霸道而古老的力量自虚空中涌出，如帝王巡视疆域，令四方兽类战栗，他们只能匍匐，臣服于这股神秘霸道的气息。这里没有繁华似锦，亦无奇石怪岩，却有一片片辽阔无垠的苍翠林木，林间飘荡着淡淡的金色雾气。这些雾气非烟非云，仿佛蕴含着大宙间最精纯的本源。不过可以看到其中那些有着雄壮的龙躯，背生双翼，翼如蛟龙，鳞片闪烁着晶莹的光芒，宛如坚不可摧的铠甲，盘踞在高处，诱惑在云层间翱翔的龙影。它们能驾驭风云，召唤雷电，呼风唤雨，它们的眼中闪烁着对天地间万象的掌控与自信。在这里，即便是最凶猛的魔兽，还是神兽，还是万兽神界的最强龙神，在这里也不得不低下他们通常高傲的头颅，因为那股力量，那股霸主之神的气息，让任何生物都不由自主地生出敬畏之心。在这片领域内，龙炎与闪电交织，既是他们战斗的武器，也是他们与天地沟通的语言。每当族中龙吟响起，天空都会随之变色，风云际会，气象万千。而在最中心的位置，那张象征着神族最高权威的龙鳞王座上，空无一人，却散发出绝对的霸主龙威。然而，这片神秘之地并非只有这股霸主力量的象征，亦有着生命的脆弱。这里的每一道龙影虽强大的无懈可击，却面临着繁殖力低下的困境，每一代的新生龙嗣都显得格外珍贵。族群的每一成员都肩负着延续血脉的重任，他们对于后代的关爱与保护，丝毫不亚于他们的霸道与威严。在这片被龙息温暖的大地，偶尔能听到幼龙学飞时翅膀拍打的声响，和长者龙吟时的震撼。那是一种几近失传的古老语言，每一个音节都充满了对这片天地的眷恋与尊崇。而当夜幕降临，星球的金黄变得深邃如梦，那些龙影便会静静地望向星空，思索着属于他们的命运与未来。此时，在一座高耸入云的塔阁之间，一道龙吟的咆哮声从9天之上传出，带着无形的恐怖力量席卷开，而所过之处的空间宛如即将破碎的镜子，出现了无数道裂纹，下一刻就彻底的碎裂爆开。然而，刚刚还碎裂爆开的空间，竟是在一股神秘规则之下又恢复了原样。在那高耸入云的塔阁之上，一位身穿金色龙袍男子悄然敬礼，双眸如龙眼般深邃，流转间透出一股摄人心魄的威压。他的到来如同狂风过境，使得四周的那些龙影之躯顿时肃静无声，眼中流露出敬畏之色。他们整齐划一的低头，眼中满是敬畏。在这神族之地，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龙尊主，拥有着深不可测的力量，霸道而不可一世，仿佛能轻易决断众生的命运。他四周的空气似乎因他的存在而凝固，每一丝风都对他俯首贴耳。而在这肃穆的气氛中，还有一位身穿淡金龙袍的身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。他站立的位置略低于这位大龙尊主，但身上散发出的气息依旧强大，只是与大龙尊主相比，似乎还差了一筹，因为他是小龙尊主。虽不及大龙尊主那般霸气逼人，却也有着一种从容不迫的气质，仿佛天地间的和风细雨，虽柔却能穿透心灵。两道身影如同天地初开，日月同辉，既显现出一股难以言喻的壮阔，又带着一丝难以触摸的神秘。小尊，在我这段闭关时间中，在前不久，亡灵神族从下界中夺得了一道造化神器神玉杯。是有此事，大龙尊主的声音霸道凛然，每一个字都代表着一方天地的主宰之姿。而这位小龙尊主闻言，对着大龙尊主点点头，表示确实有此事。看来亡灵神族有了神玉杯，即将开启他们神族的复兴之路了。届时他们应该会前往暗黑魔渊，救出他们的神族长神魂。一旦成功解救，那么亡灵神族也将会彻底的再次见证辉煌。讲到亡灵神族的时候，这位大龙尊主的表情虽然依旧霸道凛然，但也有了一丝微妙的变化。身为亡灵神族的神族长，其实力恐怖至极，要不是千万年前的那一场天古浩劫，恐怕七大神族的底蕴早已经更上一层楼。当年那些该死的暗黑魔物，不仅击杀了我们大宙无数神灵，还将七大神族的神族长的神魂封印在大宙尽头的暗黑魔渊。既然亡灵神族已经行动开始他们的复兴，那么这一次我们应龙神族也必须全力救出神族长的神魂。大尊，我已经准备好了拯救应龙神族长一切，目前还差一样东西。
就能够进入暗黑魔渊实施拯救神魂计划了。只要等不久后的神藏降临，我们所需的东西就在那其中。大龙尊主的气息不断的释放着，他们应龙神族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千万年之久了，这也是他们唯一一次拯救出应龙神族长神魂的机会。